今天我们来聊点不一样，聊聊这人性密码。很多人呢，一提到做生意、做事情，眼睛里只有钱，觉得钱是万能的，有了钱啥都好说。但我想说，这真是个大大的误会。金钱这东西啊，说白了，它就是个假象，它只是个价值尺度，一个工具，一个数字，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个果，不是因。钱只是个假象，真正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看，大家天天为钱奔波，结果呢？可能还是没赚到多少。为啥会这样？因为你搞反了。钱的背后是事，而事的背后才是人。那些一上来就直奔着钱去的，往往会撞得头破血流，头晕眼花。这就像你想摘个果子，你光盯着果子有啥用？你得知道果子是怎么长出来的，它需要阳光、雨水，需要有人去耕耘、去照料。这个人才是关键。所以我想说，人才是所有生意的真相。你仔细想想，钱从哪里来？从你做的事情里来。你把事情做成了，钱自然就来了。那事情又从哪里来？从人这里来。是人去策划、去执行、去影响、去推动。所以懂人才能懂事，懂事才能成就人，人成就了，事自然就成了，钱也就跟着来了。但可惜啊，太多人把这个顺序给搞反了，总想先搞定钱，却忽略了最根本的人。贴近人，了解人，影响人。当你真正去贴近人，了解人，影响人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柳暗花明。因为人啊，才是这万事万物的永恒主宰。你看看这世间百态，红尘万丈，多少人被金钱迷了眼，急功近利，因果颠倒。要想在财富这条路上走得远，走得稳，你就得学会破妄为真，借假修真。啥意思？就是你要穿透那些表象，看到事情的本质。而这个本质就藏在人的世界里。所以你得走进人的内心，去洞见人心，洞察人欲，洞悉人性。这听起来有点玄乎，但其实一点都不难。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，而这个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场与人性对抗的旅程。人性是什么？它是一个人所有行为的动机本源，它支配着人的欲望，也塑造了我们的选择。人性本私，但绝非自私。三字经里说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其实啊，人性深处它带着一份自利。这个自利可不是自私哈，无节制的自利，那才是自私。当你对一件事情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不妨往利益这两个字上想一想，往往就能豁然开朗。人性产生于人情，而人情呢，又能改造人性。你看，人情是表面上的来往，但人性却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东西。人心本来是相通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平等感。当我们做事从本心出发，那就是以心喻气，而世间万物千变万化，有变化就意味着不平等，所以我们也要学会以气喻心。人生的目标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性，所以尊重人性，驾驭人性，从人性出发，这才是所有生意的最大奥秘。想想那些做生意的成功人士，哪一个不是深谙此道？社会的两个游戏逻辑，规则与人性。很多人整天为钱忙碌，却忽略了真正的财富密码。你看，钱的背后是事，事的背后是人。那些直接奔着钱去的，往往会碰壁。金钱它隐藏着财富，但它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人在社会上行走，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。你要想游刃有余，就得掌握两个社会的游戏逻辑，一个是规则，一个是人性。规则，圈子的门槛。规则是什么？它就是你进入一个圈子的规矩，
这是大家都要遵守的共性逻辑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而方圆呢，就界定了一个个圈子。圈子有大有小，有高有低，有里有外。有圈子自然就有边界，这个边界就是你进出这个圈子的门槛。门槛有高有低，而你在圈子里的位置就显得非常关键。位置不同，你切分蛋糕的主次就不一样。有主次，自然就有利益的明暗区别，规则也因此分成了显规则和潜规则。显规则就是那些大家都知道的，摆在明面上的东西，比如道德、伦理、法律等等。这些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，普通人尤其看重，奉为圭臬。潜规则，这个就有意思了，它往往是你没进入那个圈层，就很难真正知道的规则。普通人很难了解，但那些真正的高手和强者却奉为圭臬，坚定地遵守。显规则常常是宏观的，大而化之，而潜规则呢，却往往能决定事情的成败。一明一暗，两套规则并行，这才是这个社会运转的真实写照。人性、欲望的驱动，规则之下就是人性。人性是人心的主导，而人心的背后隐藏着深深浅浅的欲望，这就是个性逻辑。不同的圈子，生存方式各异，欲望自然也就不同。欲望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苦与乐，它代表着每个人切身的生存利害。虽然利害因人而异，但离苦得乐和趋利避害却是所有行为背后不变的本性。是人就会有苦乐，因为乐而贪婪，因为利而更想占有，因为苦而恐惧，因为害而想要躲避。贪婪与恐惧，人性的两大核心。人性的本质就隐藏在贪婪和恐惧这两个维度之中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这贪婪和恐惧中来回反复，周而复始。这一点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没有差别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以及具体表现形式的各异。钱权名色、福寿利禄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不要企图回避贪婪和恐惧，这正是人性的本然，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。但如果因此就背弃人性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洞察人性，活得更明白。自知以明，知人者智。有了社会，自然就有圈子和阶层；有了江湖，自然就有利害纷争。你想活得足够明白，就得既懂得规则，又知晓人性，这才是真正的明白人。一个人的明白程度跟时间可没啥关系，你的阅历、认知、思维、格局、见地等等，决定着你内在的结构。人的成熟远比成功更重要。对于人性，我们总是既想去了解，又害怕看到它真实的一面。但事实上，人性它是一体两面的。无论古今中外，人性从未改变。所有生意的底层逻辑，本质上都是从人性出发的。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谁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，谁的产品和服务就更有吸引力，谁的生意就更容易成功。产品服务如此，营销传播也是如此。生意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影响，它的核心在于对人性的洞悉，对人欲的洞察，对人心的洞见。人性的动物性与社会性。你看，人性它有两个面。一，动物性，自私的基因决定了人都有自利的本性。在人性最原始的地方，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。所以，个体的生存与繁衍就成了人性的根本追求。求生自保、离苦得乐、趋利避害、追求权利自由等等，都构成了我们潜意识中最本能的部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些部分
恰恰就是人类行为最根本的动机与动力。二、社会性，人的良知来自于人类长期进化中道德的形成。道德对个体行为的长期约束，以及个体对整个社会进化的不断调整与适应，慢慢的，道德感就沉淀到了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之中，成为了我们良心的基础。所以，如果说道德是天道，是社会发展进化的必然，那么良知就是天道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体现。人性中的动物性和社会性，它们是相互制约、互为前提的，共同构成了人性中对立统一的复杂整体。你关心他，给他利益，他感恩，他回报，这当然是人性，也是简单的逻辑。但如果你对他好，他却不满足，甚至损人利己，恩将仇报，这更是人性，却是复杂的逻辑。所以，任何成功的生意人都是能够洞悉人性、驾驭人性的强者高手，他们能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简单和复杂的逻辑之中。作为生意人，对待人性要顺势而为。一个生意人，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觉悟之上，否则，对内你难以笼络人心，对外你难以感召市场。因此，在对待人性这个问题上，不要天真，不要幻想，不要偏执。你要明白，这是你在经营中必须面对的现实，这就像天上下雨，最终要落到地上一样，自然而然。作为生意人，你不能对人性失望伤心，而是要在接受这个现实的基础上顺势而为。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得先搞明白人性本身是什么。人性就是人的本性，从生命的意义上讲，它就是我们先天的本能。食色性也，是人就得吃喝，就得繁衍后代，这些都是人的本性。这种本性其实跟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文雅点说也叫原始性。那人之所以成为人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又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有了社会属性，劳动创造了人，那么劳动关系就是人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，也是最早的社会关系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人性的本质也是劳动，这就是人性的社会性一面。人性的复杂就在于，我们很难真正的走进别人的内心，真正的了解另一个人，甚至是我们自己也很难真正的了解自己。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面对同样的事情，可能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。所以，洞悉人性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敢于直面自己，然后推己及人。名与利，人性的必然追求。人性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趋之若鹜，甚至飞蛾扑火也在所不惜；对自己憎恶的东西，听到都会头皮发麻，情绪失控，甚至唯恐避之不及。还有些时候，我们对一些东西又爱又恨，想去了解，又害怕去了解，在贪婪和恐惧中左右摇摆，无所适从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名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追逐名利，这是自然现象，是人性的必然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利益是很实在的东西，看得到摸得着；名则属于精神层面，看不见摸不着。对名利的贪婪和恐惧，既是人性的本然，有时候也会让人失去人性。人生在世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最难看破的就是名与利这两个字。人首先面对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和诱惑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人都会面临经济问题、生存的困惑。天下财富，你争我夺，永不停息。这就像每个人心中一颗永不磨灭的火种。有人说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破除对立的执念不容易，但要破除对名的执念就更难了。多少人不为利所惑，却为名所累。即使是圣贤人君，也都希望名垂青史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时候想要走出这个局限，却难于上青天。扪心自问，活着不为名不为利，那到底还想为什么呢？
古人观察人，总结出很多智慧。比如看一个人是否忠诚，可以派他去远方；看他是否恭敬，可以让他亲近；看他是否有能力，可以让他处理繁杂事务。这些都是在观察人性。规律是天道，人性是人道，他们的合力就是天机。一个人的欲望越浅，对天机的洞察就越深。经营管理不仅要靠制度和系统，更重要的还是靠人。人的灵活性非常大，社会机制中没有绝对的红与黑，也没有绝对的黄与白，各种各样的灰色艺术才是赤裸裸的现实。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，月满必亏，否极泰来。所有强大的东西都正在变弱，所有弱小的东西都正在变强。所有的快乐都潜伏在痛苦之中，所有的痛苦都隐藏着幸福。社会进步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平衡的过程。千万不要指望一劳永逸，因为那往往是你走下坡路的开始。没有人甘于平庸，每个人都想实现逆袭。这正是社会的循环和活力。变才是永恒的不变。不断洗牌，社会才能进步，文明才能发展。富不过三代，穷也不过三代。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，每个人都会体验贫穷，轮不到你也能轮到你孙子。命运都是公平的，只是所处的阶段不同而已。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。越聪明的人越需要下笨功夫，只有笨的人才需要走捷径。如果聪明的人也选择走捷径，那往往会遭到天谴。越成功的人越需要慎言慎行，如履薄冰；越弱小的人越可以胆大妄为，野蛮生长。很多人却搞反了，年轻的时候做事畏首畏尾，最终一无所成；成功的时候却胆大妄为，最后终于栽倒。人永远只愿意和强者合作，所以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高调，只有高调，你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。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，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。你看，你越弱，别人越远离你；你越强，别人越愿意把资源交给你。当你比对方强很多的时候，对方会羡慕你；当你只比对方强一点点的时候，对方一定会嫉妒你。离你远的人羡慕你，离你近的人嫉妒你。所以远交近攻这个战略对每个人都适用。做事需要高调，但做人一定要低调。千万不要在别人失意的时候炫耀你的得意。易经卦象里只有一个卦没有灾，那就是谦卦。做人一定要学会示弱，只要示弱，你就能远离各种算计和是非。越有才华的人越需要深入群众，越不能傲慢。如果有才华的人脱离大众，那一定会穷困潦倒，孤独终老。利益分析法，看透人心的戾气。不要被表面上的客气恭敬迷惑，人与人之间都隐藏着一套内在的利益机制，它掌控着彼此的关系和行为。有些事只可做而不可说，有些事是只可说而不可做。要想看透每个人的行为，你必须要懂得利益分析法。每遇见一件事，要迅速地把它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，然后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去推导他们的行为。你会发现，这招真是屡试不爽。人永远都会同情弱者，只要你是弱者，哪怕不占理，也一定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。同样，大家永远都会嫉妒强者。无论你多么厉害，多么有理，如果据理力争，不懂得示弱，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如果你想独占一切，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，那么你拥有的一切最终都可能会被清空。但如果你有功劳却什么都不想要，那么到最后什么都会是你的。最后记住这句话，凡是开始能让你爽的东西，最后一定会让你痛苦；凡是开始能让你痛苦的东西，最后一定也会让你快乐。凡是让你成功的东西，一定会让你麻痹，比如那些所谓的成功经验和心态，一定会成为你下一次成功的阻碍。
而凡是让你失败的东西，却一定会成为你的垫脚石，总有一天你会踩着它们走向成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